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安，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说。今天我们要直接冲向地球的绝对谷底。想象一下时间倒转回到1875年，当时英国皇家海军的挑战者号正航行在太平洋上，船员们为了测量水深，就把一条绑着超重1000块的绳子直接丢进海里。结果这绳子就这样一直放，5000公尺、6000公尺、7000公尺，等等，居然还没到底，这真的太扯了。这条绳子最后居然放了8000多公尺，才终于碰到海底。你可以想象那一刻吗？船员们的下巴大概全都掉到甲板上了吧？而这也是人类第一次真正触摸到马里亚纳海沟深渊的瞬间。从那神圣的一刻开始，人类对这片深渊的好奇心就再也停不下来了。这中间我们跨越了将近100年的超狂挑战。1960年，迪里亚斯特号第一次成功把2个人送下去。接着到了2012年，没错，就是那个拍《阿凡达》的神级大导演卡麦隆，他居然自己一个人开着潜艇就下去了。然后是2020年，中国的奋斗者号也成功抵达海底。大家知道这有多难吗？去过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挑战者深渊的人数量竟然比在月球上走过的人还要少。要在那么恐怖的海底存活下来，像奋斗者号这种现代潜水器的工程技术真的是硬核到了极点。而且最赞的是，就在2020年的那次探勘任务中，有一位超狂的台湾科学家林颖聪博士，他也成功搭乘潜艇一路下潜到了挑战者深渊。他不仅成为全球第12位解锁这项潜入地球最深处终极成就的科学家，更是全亚洲第1人。现在大家跟着我的节奏，想象我们正坐在潜水器里面，准备往下沉。一开始外面还有温暖明亮的阳光，但越往下走，光线就越来越暗，越来越暗，直到我们进入了6000到11000公尺的超深渊带。各位，这里是一片完全的死寂，彻底的黑暗，而且温度根本接近冰点。老实说，光用想的就让人全身起鸡皮疙瘩，这根本就像是搭上通往地狱的电梯呀！但是呢，最可怕的其实根本不是一片漆黑，而是那个压力。这数据真的会让人脑袋瞬间宕机。在挑战者深渊的底部，水压高达了1100大气压。这到底是什么荒谬的概念？我这样比喻好了，这就相当于把3台那种超大型的运动休旅车全部叠加在一起，然后直接重重的压在你脚的大拇指上。对，就是这么夸张。任何普通的钢铁丢下去，绝对会在一瞬间被压成废铁。听到这里，你一定会觉得，在这种连钢铁都会被瞬间压碎、完全没有阳光又冷得要命的鬼地方，绝对不可能有生物能活下来，对吧？深渊中的异星生命，透过潜水器那厚厚的窗户，科学家到底看到了什么？在地球的绝对谷底，岩石上竟然覆盖着一个超大片的微型花园，上面爬满了各种毫米级的原生生物，像是有孔虫之类的，而且它们的密度高得超级吓人，每平方公寸最高可以达到4300个，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在死神的绝对领域里，居然生机盎然。科学家原本一直以为这些深海生物大概就是靠着海底渗漏出来的化学物质在勉强为生。结果你猜怎么着？他们竟然发现这些原生生物的肚子里面有一大堆陆地上的松树花粉。对，你绝对没听错，就是风和洋流把它们从陆地一路吹过来，最后就这样沉积到10000公尺深的海底，变成了这些深海居民的超级 buffet。我的天哪，大自然的这个跨界外送服务也太神了吧！当然啦，除了刚刚说的那些微小的原生生物，那里居然还有长得超级像外星人的奇葩生物，像是那种半透明、看起来像果冻一样的鱼类，还有一种超级巨大的深海沟虾。在这种极端到不行的环境下，它们简直就像是科幻电影里直接跑出来的怪物。但最大的问题来了，刚刚我们才说过那个3台休旅车压在脚趾上的超强压力，它们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没被压扁吗？答案就是生物演化的作弊代码。我们来快速研发一下，它们到底开了什么外挂。第一，它们的细胞里面积累了超级大量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这让它们的细胞膜在超高压之下
居然还能保持流动性，完全不会被冻结或是压碎。第二，深海巨大化，越深的地方，这些生物反而长得越巨大。第三，最夸张的一点，科学家发现这种深海沟虾的基因组超级庞大，竟然是我们人类的4倍多。为了适应这个地狱级的深海，它们的基因防御力可以说是直接点到满了。还有什么？也来到了海底，深海中最黑暗的秘密。就在2019年，探险家维克托·维斯科沃下潜到了18980公尺深的地方，在那片号称是地球上最原始、最无人烟的终极净土上，他竟然看到了一个一次性塑胶袋，旁边甚至还有几张糖果包装纸。没错，就是我们平常去便利商店买东西随手拿的那种塑胶袋。他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世界的最底端，看到这个发现，真的会让人倒抽一口凉气。而这个100%的惊人数据，代表着一个非常急迫而且严重的危机。科学家特地抓取了深海沟里的深海沟虾来进行检测，结果发现100%每一只，真的是每一只受检测的沟虾体内都已经吞食了微塑胶。不仅如此哦，它们体内还被验出含有极高浓度的多氯联苯，这是一种早在1970年代就已经被全面禁用的剧毒化学物质。你敢相信吗？我们人类制造的垃圾，我们的毒物，竟然100%污染了地球最深处的生物。所以今天这份解说最关键的重点就是这句话：即使在地球上最深、最偏远的环境中，人类的影响力也早已存在。当我们还在为解锁深渊的奥秘而感到无比兴奋的时候，我们的垃圾早就比我们更早一步到达了那里。我们制造的污染对这颗星球的影响真的是无孔不入的，这真的很值得我们好好深思。在我们真正完全了解地球最深处的秘密之前，我们是不是就已经在破坏它了呢？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深海探索之旅。希望这一次的深度解说有震撼到你们，也让你们学到了新东西。对这个现象你们有什么想法的？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我是嘉安，我们下次见，拜拜。